能源贸易是俄罗斯的经济命脉，也让欧美又爱又恨。事实上，不仅欧洲离不开俄罗斯能源，连美国近期都在大举购入质优价廉的俄罗斯原油。拜登3月9日宣布禁止进口俄罗斯油气，但有45天的宽限期。这45天大甩卖的机会被美国企业牢牢抓住。俄罗斯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波波夫证实，最近一周，美国购买俄罗斯石油的数量增加了43%，为每天10万桶。除了石油，俄罗斯矿物和肥料对美出口也出现增长。《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俄乌冲突以来，俄罗斯乌拉尔原油每桶比市场价格低$10，折扣幅度史上罕见。半岛电视台指出，虽然欧盟从政治层面不断升级对俄罗斯油气的制裁，但实际上不断大笔买入俄罗斯油气的恰恰也是欧盟。统计显示，今年到目前为止，欧洲每天在俄罗斯天然气上的花费为2亿至8亿欧元。这些销售大大削弱了制裁的效果。英国卫报评论称，欧美制裁俄罗斯的措施十分混乱，却让欧洲老百姓承受了物价飞涨等不必要的痛苦。事实上，欧美市场只占俄罗斯油气出口的一半，在欧美以外，俄罗斯油气不缺买家。据印度媒体报道，俄罗斯近期出售给印度的原油友情价折扣幅度高达$35每桶，印度立即签订了1300万桶的合约。印尼也有意增购俄罗斯原油。路透社认为，美国前些年对伊朗和委内瑞拉石油进行制裁，这导致俄罗斯原油成为目前国际能源供应链的重要一环。这也强化了普京签署卢布令的底气。卢布令要求不友好国家以开设在俄罗斯银行的卢布账户支付油气账单。俄方还有意将卢布令扩大到粮食、农产品、金属、化肥、煤炭和木材等领域。俄罗斯央行表示，卢布令并非是要怠慢俄罗斯企业的客户，而是因为该国的跨国支付已经被美西方冻结。卢布令是用来反击美西方对卢布的围剿。在美西方对俄金融实施核打击初期，俄罗斯卢布汇率狂跌，3月7日跌至151卢布兑换$1新低，几乎贬值一半。但在普京签发卢布令后，已恢复至84卢布兑换$1的水平，与俄乌冲突之前基本持平。经济学家指出，卢布保卫战之所以取得成效，有3个原因。最重要的，能源市场是卢布最有力的支撑。俄罗斯以降价抛售油气的方式，快速与印度等国签订大单，稳住出口基本盘，卢布就失去了下跌的理由。其次，卢布令强化了市场对卢布的需求，还让天然气价格暴涨30%。反过来，坚挺的卢布汇率和更昂贵的天然气将进一步充实俄罗斯国库，因为买家向俄罗斯央行购买卢布时花费的美元或欧元也将增多。第三，俄罗斯央行还以5000卢布每克的价格从信贷机构回购黄金，将黄金价格与卢布挂钩，进一步增强市场信心。周六，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承认，卢布汇率回稳是西方对俄制裁根本不起作用的一大证明，但他呼吁西方要更强硬制裁俄罗斯。俄罗斯央行透露，目前遭西方冻结的资产总价值将近3000亿美元。外界认为这令俄罗斯的经济十分痛苦，但同时也打击了参与制裁的主要发达国家金融系统的信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戈皮纳特就警告，对俄金融制裁也会逐步削弱美元地位，将刺激更多国家之间加速推进本币互换以及发展数字货币。上周，印度和俄罗斯之间卢布换卢比就进入技术谈判阶段。上周五，欧盟呼吁成员国无视卢布令，不要以美元和欧元之外的货币支付俄罗斯油气账单，但匈牙利一票否决了欧盟集体抵制卢布令的提案。目前，越来越多成员国已经对欧盟抵制俄罗斯油气吃不消了。拉脱维亚天然气公司周日宣布考虑使用卢布结算。斯洛伐克经济部长同日也宣布，该国约85%的天然气需求依赖俄罗斯，因此将遵守俄罗斯卢布令。观察指出，实际上第一个对卢布令出现松动迹象的是欧洲经济发动机德国。德国总理舒尔茨在卢布令生效前一天与普京通话中，要求俄方提供如何用卢布支付的书面文件，这被外界解读为德国政府在为切换付款货币做准备。德国是俄罗斯天然气在欧洲的最大买家，他的态度具有风向标意义。
应该说，俄罗斯的这个反制裁的措施还是有很大的作用的。实际上，这个俄罗斯是欧洲很多国家的这个能源还有这个粮食的这个供给国。如果说双方之间处在一个战时或者准战时这样的状态的话，那么这个物资的需求方所设定的这一套这个无论是美元结算还是欧元结算这一套金融秩序就实际上失效了。因为它对这个能源、对粮食的这个需求是短期内是没有办法找到很好的替代的来源的，所以它很多国家实际上也不得不用一种公开或者半公开的方式接受俄方的这样的条件。其实已经在这个西方制裁阵营中呢，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分裂。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研究显示，制裁将导致俄罗斯经济萎缩10%，但如果俄罗斯一旦关闭对欧洲的天然气阀门，欧洲经济将陷入灾难。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上周将今年德国经济增长预期从4.6%大幅下调至1.8%，这还是在未切断与俄罗斯的油气供应的前提下推算的数字。除了能源产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欧洲研究所所长亚当·图兹呼吁国际社会更加重视制裁俄罗斯对全球粮食供应链的影响。粮食安全将导致很多发展中国家陷入治理危机。亚当·图兹认为，制裁俄罗斯将导致全球性的连锁反应，简而言之，大多数国家都将受到连带的负面影响，包括美国。The shock to the world food supply is much more significant than to the world's energy supply, because Russia and Ukraine together add up to close to 30% of the wheat supply, very, very large percentage also of vegetable oils, which are crucial, say, in Indian cuisine. Sunflower oil, 80% of that comes out of the Black Sea region. There is very serious reason to be concerned about the ability of low-income countries to afford basic foodstuffs through the autumn, through the fall, and into the winter. But we're America. What about us? America should not, I think, exaggerate the scale of its difficulties. The shock to the United States will be felt through the oil market above all. 亚当·图兹还指出了西方制裁的一个误区，那就是将许多俄罗斯寡头列入制裁名单。他认为，西方此举本意是想从内部分化俄罗斯产业界，但是寡头们对俄罗斯经济的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现在制裁他们只会激起俄罗斯人对西方的不满。他还认为，在美西方如此对俄罗斯极限施压的情况下，俄罗斯与西方的石油贸易仍未被叫停，这显示全球化之下经济运行规律的内在弹性。We are seeing a lasting reshaping of the world economy, but I think this war is just part of a broader set of forces that are doing that reconfiguring of globalization. And without some of the, if you like, cultural aspirations, the promises of convergence and harmony, all of that, I think, rings pretty hollow at this point. I mean, the fact of the matter is that as this war is going on, as Russia is shelling Ukrainian cities, both Ukrainians and Europeans continue to consume its gas. So those connections are profoundly resilient, but no one is any longer going to pretend that that connection is going to create eternal peace between Russia and Western Europe.